楚风，你既然还敢露面！而见到楚风，殷氏天族的那位长老顿时咬牙切齿，在他的眼中散发出了浓郁的杀意。看那个模样，他简直就是要将楚风扒皮抽骨，吃其肉，喝其血一般，当真是对楚风恨之入骨。然而，对于这位殷氏天族的长老，楚风连正眼看都没看一眼，只见其手臂轻轻一扬，一声巨响传来，那位殷氏天族的长老已经粉身碎骨，被楚风抹杀致死。快逃！这一刻，殷氏天族之人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转身便逃。楚风不能放他们走。就在这时，王强也是跑了出来。无妨，他们若是能够叫来人，正合我意。楚风无所谓的说道，并没有理会那些逃走的殷氏天族之人。也是啊，还是你聪明。听得楚风这样一说，王强顿时挠了挠头，随之傻笑起来。此刻的他们有水晶巨人在身，楚风还掌控了此处大阵，实力可是非常之强的。莫说是殷氏天族的这些长老，就算是殷氏天族的族长来此，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殷氏天族的人来多少死多少，他们根本不用惧怕。所以那些逃走的殷氏天族之人，若是去通风报信，真的将殷氏天族的高手带过来，也只是送死而已。没事吧？楚风走到徐依依与宋碧玉等人的近前，关切地问道。楚风，你的修为？徐依依眼眸瞪得溜圆，显然还无法接受楚风此刻那强大实力的事情，这乃是特殊手段，并非我的真实修为。楚风对徐依依如实说道，原来并非真实修为，可是何等手段，能够将修为提升到这种地步呢？不管怎么说，能够掌控如此逆天手段者，也非寻常之辈。这楚风果然厉害。得知楚风此刻实力并非真实修为后，围观之人议论纷纷，但却没有一人敢贬低楚风。毕竟先前楚风挥手之间便将殷氏天族长老抹杀的场景，他们可都是看到的。虽然楚风杀得随意，可是他在他们看来，楚风却是霸道至极。楚风，那我听说狄九州被你杀了，此事可是真的？宋碧玉好奇地问道。确有此事。楚风点了点头。好厉害啊！你要知道，那狄九州可是我们二等势力之中的最强弟子啊！确定此事，宋碧玉顿时满心欢喜，眼中又流露出了崇拜之色。而与此同时，围观之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越发的崇拜与尊敬。不管楚风此刻的修为是真是假，单单是楚风能杀了狄九州，敢杀狄九州就不是一件小事。寇康兄，你确定你与楚风的切磋是平手吗？这一刻，一些人凑到寇康身边，讽刺的嘲笑起来。莫说修为，单说胆识，他就与楚风相差10万8千里，与楚风比，他真是不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讽刺寇康，这倒也不能怪人们势力，实在是眼见为实。同时面对殷氏天族长老，寇康表现出的是懦弱胆怯、贪生怕死，甚至是不惜出卖宗门也要保全性命。可是楚风表现出的却是狂放霸道、果断狠辣，挥袖之间便将殷氏天族长老抹杀，二者的差距实在太大，根本不可相提并论。你们，寇康此刻脸色苍白，就跟吃了屎一样难看。就算他脸皮再厚，可是面对这么多人的嘲讽以及白眼，也是有些承受不住了，转过身去便要离开。然而就在寇康准备离开之际，远处的天空却忽然变得异常阴暗，乌云滚滚，狂风阵阵，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正在袭击而来，所过之处，天地都是阵阵颤动。终于，那气息靠近，而人们终于看到那气息的根源是何方神圣。那是一名年轻男子，一头黑发，一身黑袍，就连身后那长达3米、随风飘扬的斗篷也是黑色。可是此人的脸庞却非常的白，白的有些诡异，如白纸一般。好在此子脸庞很是清秀，可是正因太过清秀，清秀的像是女子一般，让人总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3品无祖。此刻楚风的目光一亮，他已经感受到了此子的修为，对方不仅是3品无祖，还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也就是说此人的真实实力可与寻常的6品无祖。可是他还明明只是一个小辈啊！一位小辈能够达到如此实力，在百炼凡间绝对是屈指可数，极为少见。看来此人就是那个魂炼了。楚风说道。为啥呀？为啥就是魂炼，而不是那个黎明公子？王强好奇地问道。此人不仅满身杀气，一身邪气，我更是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戾气。虽然不知道那黎明公子是何模样，但绝对不可能是他这个模样。楚风已经确定了对方的身份，他之所以能够确定，就是因为对方身上的那股戾气。戾气来自生命的戾气，那是无数个刚刚出生的生命惨死在此人手中所化作的戾气。这股戾气影响了此人，会让此人越发的凶残凶狠，不择手段。但在楚风看来，他最狠的却是杀了那么多刚出生的生命。如果说他真的是魂婴宗的人，那么他所杀的生命定然就是那些刚出生的婴儿。而从他身上这股难以掩饰的戾气来看，怕是他杀过的无辜生命已经非常之多，多到超乎想象。杀气、邪气都还好说，可这股戾气似是扼杀生命造成，看来这个家伙作孽不少，不是什么好人。赵红一番观察之后，对那黑衣男子的印象也是不太好。娘子，你好像也杀了不少人。王强对赵红说道。闭嘴，我杀的都是该杀的人。赵红冷声说道。而王强尽管不服，却也不敢再多嘴。别看他现在也有水晶巨人护体，可是被赵红折磨久了，打心眼里对赵红就有着一种畏惧。黎明既然来了，为何还不现身？那黑衣男子的嘴角勾起了一抹邪笑，将目光投向了北方。他在叫黎明，看来他就是魂炼了。而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确定了此子的身份，而他自然便是魂炼。你未到，我急着现身，又有何意义？就在这时，在黑衣男子所观望的
方向，一道声音缓缓传来。与此同时，一道流光飞掠而来。当那流光靠近且停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看清了这来者的真容。而这一看，在场的很多人都是眼前一亮。此人身穿一袭白袍，手握一把折扇，打扮得像是书生一般，而他长得更是眉清目秀，相比于魂炼更像女子，甚至以他的这个模样，给他换上一身女装，头发再稍作打扮，简直就是一个美女。由此可以想象，此子的清秀程度当真是少见。若论清秀的话，此子怕是楚风有生以来看过最清秀的一位，并且他的清秀让人看着舒服，而魂炼则是让人很不舒服。不过楚风更加关注的是此子的修为，他的修为与魂炼一样，同是3品5祖，战力也一样，同是逆战3品，二人实力可谓不相上下。但是唯一令楚风欣慰的是，这黎明公子的气息与魂炼也是有些不同。虽然他也有着一身杀气，可是却并未有一丝戾气，这侧面说明这个黎明公子从未滥杀无辜，不像是坏人。当然也有可能是他善于伪装，或者身怀至宝，将自己的戾气给隐藏了。所以有些事楚风也无法确定，但至少楚风对这黎明公子的第一眼的印象还算不错，好帅啊！此刻在场的不少女子都是发出了尖叫。如果说魂炼的出场是惊艳到了他们，那么黎明公子则是迷倒了他们。我擦，这百炼凡界的女子都什么口味？放着我这么阳刚的男子，他们不迷恋，居然喜欢那种娘跑。王强不爽地说道：咋的？你有老娘我了，居然还惦记着别人？赵红威胁性地瞪了王强一眼。不是，我的心里只有你。王强笑嘻嘻地说道。这还差不多。赵红说道。魂炼，按你要求，消息传出去了，围观的人也来了，现在可以与我交手了吗？黎明公子说道。当然。魂炼冷然一笑，随后便猛然出手。他这一出手，顿时威压滚滚，不仅强大的力量直接向黎明公子轰杀而去，那磅礴的威压更是席卷四面八方。一切来得太快了，那威压威力又强，一时之间不少人被卷入威压之中。啊！惨叫之声此起彼伏，被卷入者非死即伤，悲惨不已。这个魂炼竟然如此凶狠，实在是太过分了。见此一幕，徐一与宋碧玉等人眼中顿时涌现出怒色。尽管他们修为不强，可是他们却也知道，高手过招若要收敛，就算威压再强，也不会造成这样的死伤。眼前的局面乃是魂炼故意所为，他并没有收敛自己的威压，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围观者的死活。黎明公子轻哼一声，只见其身形一动，同样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散发而出，随后便与黎明公子站在了一处。果不其然，就如人们所想一般，黎明公子的实力丝毫不弱于魂炼。他这一出手同样是惊天动地，非同小可，可是他的威压虽强，但却并未伤及到围观者。相比于魂炼，这黎明公子是故意收敛了威压的，没有对围观者造成伤害，这更是证明了魂炼的凶残。所以此时此刻，已经不仅是楚风他们，就连许多围观者对那魂炼的印象也是变得恶劣了起来。不过尽管人们心中很是不爽，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哪怕是有朋友或者是有同门惨死于魂炼手中者，却也只能忍着，因为随着魂炼与黎明公子的交手，二人的实力已经想显现得越来越明显。那强大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小辈的界限，甚至就连在场的老一辈强者也无法与二者相提并论。面对这样的魂炼，他们怎么敢说什么？如果真的惹怒了魂炼，无疑就是死路一条。战斗越来越激烈，围观之人不得不向后退去，生怕被牵连其中，无辜惨死。但是人们却又舍不得离得太远，他们不想错过这场顶尖天才的交锋。不过人们也只能看看热闹，因为魂炼与黎明公子的实力太强，二者交手所掀起的能量涟漪一波接着一波，他们根本看不清二者具体的交手细节，能够看到的只有那凶猛的涟漪，肆虐天地，威震八方。不过在场之中，楚风是个特例，因为楚风掌握了此处攻杀大阵的原因，他可以在5组境之内随意提升自己的修为，就算提升到9品5组都是可以。尽管修为提升之后，楚风的天极血脉会被封锁，会因此丧失逆天战力和雷霆、铠甲等手段，但楚风的观察力却能够随之提升。所以楚风将魂炼与黎明公子的交手一清二楚地收入了眼中，的确有些手段。而一番观战之后，就连楚风也是赞不绝口。楚风，你能够看清吗？这两个家伙到底谁强谁弱？王强好奇地对楚风问道。都很强，眼前乃是军事，但依我看，魂炼已经快尽了全力，而黎明公子还有些看不透。若要我看，黎明公子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些。楚风说道。那就好。王强似乎也希望那黎明公子能够获胜。轰鸣越来越刺耳，二者的交战也是越来越激烈，二者所施展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强。但是这战局的发展也如楚风所预测的一般，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于黎明公子。魂炼受伤了，心高气傲的他开始动怒，拼命的反击。但是奈何这战局似乎早就被黎明公子所掌控，任凭魂炼如何反击，已然难以胜过黎明公子，换来的只有更多的屈辱。这黎明公子倒是有趣。楚风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咋了？和我说说。我看不到啊。听楚风这样一说，王强好奇地追问起来。楚风本来想要解释，可忽然之间嘴角的笑意更浓，说道：不用我说，你马上就会看到了。楚风此话一落，黎明公子与魂炼的战圈便掀起一阵狂风，那狂风之汹涌，瞬息便将那恐怖的能量涟漪给吹得一干二净。而这一刻，人们顿时目瞪口呆，被眼前的一幕所惊呆了。此时此刻，黎明公子已经不在，唯有魂炼还在天际之上。此刻的魂炼手握半成祖兵，狰狞的脸庞
满面怒容，正用恶狠狠的眼睛扫视四面八方，似是在找黎明公子的身影。不过只是如此，自然不会让人们如此震惊。眼下的人们之所以会如此震惊，那是因为魂炼不仅满身伤痕，鲜血横流，就连衣衫也是被轰得破烂不堪，一眼望去狼狈不已，甚至与乞丐无异。此等狼狈的造型，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最强天才的对决似乎胜负已分。魂炼胜负已分，今日先放你一马，日后若敢再挑衅于我，我便取你狗命。就在这时，黎明公子的声音忽然传来，只不过只是声音响起，却未见其踪迹，并且他的声音也是越来越淡，似乎正在离开此处。黎明，你给我回来！胜负未分，我还要与你再战！魂炼大声地呼喊着，其声音之响亮，连虚空都是不断颤动。许多人赶忙捂住耳朵，甚至有修为弱者挡都挡不住，被魂炼的声音给硬生生地震得吐血而亡。不过哪怕魂炼此般挑衅，但黎明公子却是没有了音讯，他似乎是真的走了。可是哪怕如此，魂炼却依旧狂喊不断，显然他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败给了黎明公子。闭嘴吧你，已经这个模样了，还喊什么喊？就在这时，赵红看不下去了，鄙视的大喊一声：舅舅，就是太太，太不要脸了！王强也是一脸不爽的说道：他们二人虽然没有掌握攻杀大阵，自身实力都不如这个魂炼，可是他们二人却有水晶巨人护身，而水晶巨人的实力又是在五祖巅峰，所以他们两个都不惧怕这魂炼，自然想什么就说什么。你们在说什么？不过自视甚高的魂炼怎能容忍得了？有人这样说他，立刻将那杀意四射的目光投向了王强与赵红，满满的威胁之意。然而面对魂炼此等威胁的目光，王强与赵红却依然是面色不改。见二人如此临危不惧，许多围观之人对王强与赵红都是刮目相看，又因二人没有带着斗笠，所以此时此刻人们都暗暗记下了他们两个人的脸。至于为何，那自然是因为他们两个说出了大多数人所不敢说出的话，所以人们才觉得他们两个是一号人物。怎么，你听不懂？那好，本大爷就再告诉你一遍，我说你是废物！王强一字一句，字字有力地说道。找死！魂炼冷哼一声，随后一拳轰下，磅礴的祖级武力便化作两道凶猛的拳风，如同两只庞大的猛兽一般，从天际之上向王强与赵红轰击而来。这一拳的威力相当之强，若是不挡，莫说王强与赵红会惨死，就算是楚风与徐依依等人，甚至更多的周围之人都会惨遭毒手。这魂炼的狠辣，在此时此刻再一次展现的淋漓尽致。他只顾着自己痛快，当真是不顾他人的死活。但最令楚风感到诧异的是，魂炼已经出手了，可是王强与赵红却根本没有释放出水晶巨人的意思。以他们二人的实力，不可能挡得下魂炼这一拳，毕竟对方可是能与六品五祖抗衡的存在。这两个家伙是在逼我出手。楚风颇感无奈，他已经看出来了，赵红与王强是故意惹怒魂炼，然后又不出手的，他们就是要让楚风收拾这个王强。糟了，虽然楚风明白赵红与王强的打算，可是其他人却不明白。眼见着魂炼下了毒手，可王强与赵红却没有阻挡的手段，都觉得二人必死无疑。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王强与赵红要惨遭毒手之际，只见楚风大袖一挥，一股劲风便自其袖中上扬而去，狂风凶猛，竟比拳风还盛，轻而易举之间便将魂炼的攻势给吹散开来。这一刻，魂炼顿时目光一变，在其凶狠且高傲的眼中，竟涌现出了浓浓的吃惊之色。刚才那股气息好强，难道说楚风他是六品五祖？而下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沸腾了，每个人都紧紧地盯着楚风，眼中充斥着不可思议之色。因为此时此刻，楚风的气息的确已经提升到了六品五祖，而这自然不是楚风的真实修为，楚风的真实修为依然是五品半祖。至于眼前这六品五祖的修为，乃是楚风靠着攻杀大阵的力量提升的。依靠着那攻杀大阵的力量，其实楚风的修为可以提得更高，但楚风先前见识到了那魂炼的手段，也想在实力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好好的会一会这个魂炼。毕竟这种战斗对楚风也会有着不小的帮助。居然有着六品五祖的修为，你是谁？魂炼看着楚风说道。你是傻子不成？居然连我兄弟楚风都不认识。王强很是不爽的说道。楚风，你就是那个在云鹤山上一举成为仙袍界灵师的楚风？魂炼惊讶的问道。他显然还没见过楚风的画像，所以不能确定楚风的身份。没错，那就是我兄弟做的。王强猛地点头，脸上有着掩饰不掉的得意。本以为你结界之术有些造诣，想不到你的修为竟然更加强劲。看来那科巴和那个丫头是你朋友，你这是要为他们二人出头吗？魂炼冷声问道。虽然楚风是六品五祖，可是魂炼看向楚风的目光却也没有太多的重视，甚至还有着一抹轻蔑，就仿佛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收拾掉楚风一般。不仅是为他们出头，而是你这种滥杀无辜者，我觉得本不该留。楚风淡淡的笑道。虽然这笑意看似和善，可是其中却暗藏杀机。楚风怀疑魂炼是魂阴宗的人，而魂阴宗的人，楚风本就不打算放过。现在尽管楚风还无法100%的确定这魂炼一定就是魂阴宗的人，可是魂炼的种种手段实在太过狠辣，楚风觉得这种人就是祸害，与其放任他不管，不如替民除害。所以就算没有王强和赵红的挑衅，楚风也不打算放过这个魂炼。居然想杀我，有趣！你这个家伙竟然比那黎明公子还狂妄。不过这是修武者的天下，无论什么样的话可都是要用实力来说的。魂炼看穿了楚风的杀意，说话之间手握半成祖兵，便向楚风轰杀而来，自然是要用实力说话。楚风淡然一笑，随后便拔空而起，掌心一翻，
岩浆帝君剑已是握于手中，与那魂链站在了一处，一时之间火光翻腾，武力涌动。先前魂链与黎明公子所造成的恐怖战圈再度浮现，只不过这一次虽然威势上与先前不上下，可是那四散的涟漪却是威力更弱。并不是说楚风与魂链的交手不及先前黎明与魂链的交手，而是楚风怕伤及围观者，有意用自己的力量压制了二人所掀起的能量涟漪。而刚好有些眼尖的老一辈强者看出了楚风所施展的手段，不由赞叹连连，说道：“楚风此子当真罕见，乃我百炼凡界之福啊！前辈，您为何这样说呢？”有人好奇地问道。楚风为了我等安全，在与魂链交手的同时，刻意用自己的力量束缚他们二人所造成的涟漪，避免涟漪太过凶猛而伤到我们。这说明他有一颗善心。而现在的天才虽多，可是大多是狂傲之辈，只顾自己唯我独尊，不顾他人死活。就拿这魂链来说，根本不将我等性命放在眼里，甚至有意抹杀我等性命，来彰显他的强大。至于那黎明公子，虽然实力比魂链还要强横，也并没有故意伤及我等，但是他却只是想要胜过魂链。对于魂链那霸道的行径，并没有进行制止。倒也不能说黎明公子不好，只能说他还是有着大多天才的孤傲心性。虽然他不为可他也并不打算除恶。但这楚风便不同了，在他的身上，我并未看到如其他天才一般的傲。那位老者对楚风夸赞不断，而越是夸赞，他眼中的目光越是变得炙热。听得这位老者一说，许多小辈也都明白了楚风此刻默默做的一切，对楚风也是越加的敬佩起来。只是这魂链实力如此强劲，不知楚风能否胜过于他。在越发中意楚风之后，人们越发的为楚风担心。毕竟以魂链的品行，若是楚风不是他的对手，他一定会杀了楚风和楚风的朋友，甚至在场的围观之人也又要有一部分惨遭毒手。而这自然不是人们想看到的结果。而就在这时，天际之上传来一声刺耳的轰鸣，涟漪滚滚，轰鸣阵阵，就连那浩瀚的虚空之上都出现了无数裂痕。随后虚空化作粉碎，天际一片漆黑，强大的力量连虚空都给震碎了。而当虚空愈合之际，涟漪开始消散之际，人们终于看清了一切。楚风与魂链都在天际之上站着，楚风完好无损，可是魂链的伤势却是越来越重，由其他的胸口竟被硬生生的洞穿，大口大口的鲜血正不断的喷涌而出，止都止不住。与此同时，魂链的气息也是越发卑微，已经失去了先前那般强大的战力。赢了！楚风居然赢了！是楚风赢了！楚风把魂链给赢了！这一刻，人群之中竟然传来阵阵欢呼，可以看出人们是多么的激动，激动的他们是多么希望楚风能赢。不可能，就凭你，怎么可能胜得过我？魂链表情狰狞，他似乎根本就不在意此刻的伤势，而是用那不甘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楚风。他还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自己就这样败给了楚风。首先，我要承认一点，你很强，至少比现在的我强。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众人顿时神色一变，有些傻眼。他们不明白，明明是楚风赢了，楚风又为何要说他不如魂链？你是在羞辱我吗？魂链也是越发愤怒。他虽然不甘心败给楚风，他尽管不想承认败给了楚风，但是他却也很清楚，他的确是败了。所以在他看来，楚风胜过自己后又说这番话，就是对他的羞辱。实话实说，我能够如此轻易的压制你，是因为先前你与黎明公子交手之时，我已经看过了你的诸多手段，所以事先就清楚了该如何应对你的手段。若不是亲眼见识了你与黎明公子的交手，而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与你交手，我不可能胜得这么轻松。然后最大的实话是，此刻我的修为并非我的真实修为。楚风说道。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你还隐藏了修为？魂链神色又是一变，似是怕受到更大的侮辱。不，楚风淡淡一笑，摇了摇头，说道：我的真实修为乃是五品半祖。五品半祖？你说你是五品半祖？那你现在的修为是怎么回事？听得此话，魂链神色大变，一脸的不解。现在的修为乃是我靠阵法所得。楚风从容地说道，他丝毫不以此为耻，毕竟这本来就是事实。而楚风本来可以不告诉他们这些，但楚风却也很清楚，若不是靠这阵法，只是真实修为，楚风不可能胜过这魂链。所以楚风才说魂链比他强，因为若是真实修为的话，10000个楚风也不够一个魂链杀，这是事实。而楚风不想隐瞒这种事实。你看，我就说吧，这楚风的人品绝对没话说，楚风真乃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也。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楚风的实话实说并没有遭受他人诟病，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称赞，都觉得楚风是一个真诚之人。然而就在这时，那魂链却是一阵疯狂的大笑，笑得得意洋洋，甚是猖狂。原来你是运用阵法才能胜我，这么说来，你不过是也废物而已。面对楚风的坦诚，这魂链丝毫不领情，竟然反过来嘲讽起楚风，你还要不要脸？就算楚风的真实修为不如你，可是在战力相同的情况下，你却败给了楚风，这说明日后楚风的修为追上你，你依然不如楚风。徐一看不下去了，大声说道，就是楚风小友与你坦诚相待，你居然还这般羞辱于他，实在是太过分了，从未见过像你这般厚颜无耻之人。甚至就连一些与楚风没有关系的人也看不下去，开始顶撞魂链。而他们之所以敢这样顶撞魂链，其实也是因为亲眼看到楚风胜过了魂链，心里有底气，是觉得有楚风给他们撑腰，他们才敢的，否则他们自然不敢。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多管闲事，真是找死！魂链又露怒容，随后大袖一挥，重重武力便压迫而下，他想要将那些与他顶撞之人全部抹杀，包括徐依依。然而他那武力刚刚压迫下，还未真正的威胁到徐依依等人，一重更为强大的力量便将他的武力给挡了下来。是楚风，
楚风不仅挡下了魂炼的武力，更是催动自己的武力向魂炼压迫而去，最终将魂炼包围起来。楚风，你要干什么？魂炼有些慌了。此刻的他伤势极重，欺负徐依依他们还行，可是面对楚风，他已经没有再战的力气。单单是此时此刻，这些将他包围的普通武力都足以置他于死地。魂炼，虽然我承认你的实力，可是你这种人，我找不到留你活命的理由。楚风平淡地看着魂炼，眼中没有一丝情感。你要杀我？魂炼脸上的惊恐之色越来越浓，因为他知道现在的楚风当真是杀得掉他。正是，而楚风此话一出，杀意尽显，那汹涌的武力就要索取魂炼之性命。可是就在这时，一股磅礴的力量忽然出现，竟硬生生地将楚风围攻魂炼的武力给轰散开来。而这一刻，楚风顿时眉头一皱，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魂炼的身前出现了一道身影，破开他攻击的正是此人。此人一头白发，却身穿一袭黑色长袍，骨瘦如柴，满面皱纹，太老了。此人活了多少个岁月，楚风看不出来。他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如同从棺材里走出的干尸一般，甚是恐怖。这显然是一个受限将至，甚至是他的受限早就已至，是靠着特殊手段才活下来的老妖怪，并且在他的身上，楚风感受到了比魂炼浓郁数倍的力气，这多半说明他很可能也是魂英宗的人。但是此人的实力却绝对不容小觑，凭借攻杀大阵的力量，楚风能够感觉到此人乃是一位九品五祖，是一位真正的五祖巅峰，只差一步就可以成为真仙的存在。而除了难以的力气之外，此人的杀气更盛，他一现身，顿时天昏地暗，那恐怖的杀气覆盖此处，让在场的每个人都不寒而栗。天哪，这位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鬼杀老魔吗？忽然，一位年岁较大的围观者指着那站在魂炼身前的老者，惊声呼道，说此话间竟然满面惊恐，就连声音也在颤抖。什么鬼杀老魔？这位就是传说中的鬼杀老魔？鬼杀老魔居然还活着！大家快逃！当确定对方身份之后，在场的许多人都开始紧张起来，还有很多人更是被吓得瑟瑟发抖，转身便逃，对这个所谓的鬼杀老魔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恐惧。师尊，师尊救我！而看到这位老者之后，魂炼又惊又喜，就像是看到救命稻草一般，连忙呼救。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慌什么？有为师在，没人能再伤你分毫。鬼杀老魔回头瞪了魂炼一眼，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味道。而面对鬼杀老魔这一眼，魂炼虽然满脸惭愧，可倒也是稳定住了心神，不再像之前那般慌乱。什么？难怪这魂炼如此凶残，原来他是鬼杀老魔的弟子。楚风小友，快逃！这鬼杀老魔可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楚风，快走啊！当人们知道这魂炼原来是鬼杀老魔的弟子之后，在场的许多人开始暗中传音于楚风，就连徐依依与宋碧玉也是暗中提醒楚风，且言语之中充满了紧张与不安。而从旁人的议论声中，楚风也已经知道了这个所谓的鬼杀老魔究竟是何来头。鬼杀老魔乃是百炼凡界的1号人物，人如其名，此人不是什么好人，乃是凶神恶煞的一位大魔头。不过此人似乎已经消失100年之久，如今再现，自然令人吃惊。但令人吃惊的同时，也令人惊恐，因为这鬼杀老魔的凶名实在太盛，属于实力强横却又无恶不作之辈，是只差一步便成为真仙的存在。面对这种存在，也就难怪一些围观者都被吓得连忙逃窜，想必是害怕惨遭牵连。但是楚风却并不害怕，因为从围观之人的议论以及自己的观察，楚风几乎可以断定，这鬼杀老魔的修为虽强，但是他却并非一个拥有逆天战力之辈。也就是说，他的修为是9品五祖，但是他的真实战力也就在9品五祖。这对于深藏2个水晶巨人，并且掌握攻杀大阵的楚风来说，这样的鬼杀老魔还不足为惧。至少楚风有一战之力，楚风他怎么不逃？难道是被吓傻了不成？虽然楚风自信能与鬼杀老魔一战，可围观者却并不知道，见楚风一动不动，还都以为楚风是被鬼杀老魔给吓傻了。师尊，这楚风修为不过是个5品半祖而已，他是掌握了某种大阵才会拥有此刻的修为，他是仗着阵法欺负弟子。师尊，您可要为弟子做主啊！魂炼很是委屈地说道。放心，莫说楚风，今日在场的每一个人，谁都别想活！鬼杀老魔冷漠地说道。此话一落，鬼杀老魔的眼中顿时涌现出一股磅礴的杀意，紧随其后，磅礴的威压如同喷涌的火山一般，自其体内喷发开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夹带毁天灭地一般的力量，向四面八方轰杀而去。这鬼杀老魔不只是要杀楚风一人，竟然要将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抹杀。老魔之名当真是名不虚传，果然是惨无人道，凶残至极，怕是不能如你所愿了。然而楚风在此怎能让鬼杀老魔这般大开杀戒？楚风说话的同时，便意念一动，运用攻杀大阵的力量，再度提升自己的修为，让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9品五祖，这一五祖巅峰的境界。修为提升之时，楚风的威压也是汹涌而去，保护在场之人。2股威压相互碰撞，顿时天摇的晃，风起云涌。但在此等威势之下，楚风的威压却也成功的将鬼杀老魔的威压给挡了下去。怎么会？鬼杀老魔目光大变，自信他的以为只需一缕威压便可以轻易的将这群蝼蚁全部抹杀，可是先前的威压却被阻拦，这他怎能不惊？是你竟是9品五祖！而他追寻那威压的来源，锁定于楚风身上之后，眼中的惊讶之色则是越来越浓。毕竟此时此刻，楚风的修为已经提升到了与他相同的地步，但他当真是没有想到，这个靠着阵法
才能勉强与其弟子一战的小辈，竟然能够抵挡他的攻击，9品无阻。楚风他的修为竟然达到了9品无阻。这么说来，先前是楚风救了我们。其实人们根本就无法感受到楚风此刻的修为，毕竟那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寻常人难以分辨。但是听鬼杀老魔那样一说，人们便意识到先前应该真的是楚风救了他。可是楚风毕竟只是一个小辈啊，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修为，拥有与鬼杀老魔对抗的力量？欢喜的同时，人们的心中也是再度充满了疑问。不过是借助阵法的力量而已。楚风平淡地说道：“阵法？什么阵法能够赐你这般力量？何况就算真有这样厉害的阵法，你又如何能够驾驭？”鬼杀老魔冷声质问道。而事实上，这也是围观之人想问的。强大的阵法，他们不是没听过，但那只是传说，亲眼所见还是第一次，所以他们总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这似乎与你无关。楚风淡然一笑，凌厉的眼眸之中竟有着一抹轻蔑之意。竟敢与我这般说话，真是不知死活！莫非你真以为依靠一座阵法，暂时获得了9品无阻的修为，你就真的能与我抗衡了不成？鬼杀老魔说话之间，便一掌轰出，磅礴的武力便向楚风压迫而去。这一次的攻击虽然也只是最普通的武力，可是那种恐怖的力量却是先前他想要抹杀众人的几倍不止。这说明鬼杀老魔这次出手还是颇为认真的，而并非是普通的攻击。然而就是鬼杀老魔这颇为认真的一击，楚风只是手臂轻扬之间便将其化解开来。能不能与你抗衡，可不是你说的算的，而是我说的算。在破开鬼杀老魔的攻击后，楚风淡淡的说道：“找死！”见楚风竟敢挑衅自己，鬼杀老魔脸上的怒容顿时倍增。说话之间，双手摆动，袖袍生风，强大的武力化作道武技，开始连绵不断的施展而出，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向楚风轰杀而去。然而面对鬼杀老魔如此凶残的攻击，楚风却是轻哼一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施展出同样的手段，向鬼杀老魔反攻而去。一时之间，二人便站在了一处。只是此刻的战圈之凶猛，远非先前可比。哪怕楚风已经暗中削弱那涟漪的威力，可是威势依旧相当骇人。这种情况之下，围观之人不得不再度远去，与楚风等人保持距离，生怕被涟漪搅入其中，因此惨死。这下可糟了。楚风小友虽然掌握着那传说一般的大阵，可是他的对手毕竟是鬼杀老魔呀。真是想不到，那魂链竟有鬼杀老魔做靠山，难怪他敢那般嚣张，有恃无恐的残杀无辜之人。尽管楚风与鬼杀老魔此时此刻的交锋可谓不分上下，但人们却并不觉得楚风真的能够胜过鬼杀老魔。人们都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觉得楚风乃是凶多吉少，地境血域诀。鬼杀老魔大喝一声，竟施展出了地境武技。这地境武技先前魂链也曾施展过，威力极强，可谓是魂链的最强杀招。可是此刻鬼杀老魔再度施展而出，威力上却是胜过魂链数倍。抛开修为不谈，只是对这武技的掌握来说，如果说魂链对这一地境武技掌握了60%，那么鬼杀老魔便掌握了100%。血红的武力封锁天地，就仿佛这里真的沦落为了地狱一般。而掌握生死之人便是这鬼杀老魔。惊恐不安弥漫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一刻，那些选择留下观看的人开始后悔了，因为在这此等武技之下，他们都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鬼杀老魔似乎不仅是要杀楚风，而是想要通过此招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抹杀掉。地境苍穹变。然而就在人们觉得大事不妙之际，只见楚风大喝一声，紧随其后一拳轰出，顿时天空崩裂，血雾退散。鬼杀老魔的地境武技被楚风一拳击退。好强！地境苍穹变，那便是楚风所施展的地境武技吗？好厉害的武技！虽然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威势，可是这威力竟然能够轰散鬼杀老魔的地境武技，当真是厉害。这么说来，楚风他真的能够与鬼杀老魔相抗衡。眼见着楚风成功的将鬼杀老魔的攻势击退，围观之人喜出望外，顿时称赞连连。本来他们都觉得楚风是无法与鬼杀老魔抗衡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改变了想法，竟然能破我的地境血域诀，倒是有些手段。我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少见的天才，你之天赋要在我的弟子之上。而这一刻，鬼杀老魔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倒也是有了几分变化，竟难得的涌现出了欣赏之色。毕竟一番交手下来，他也不得不承认，楚风的天赋很强，只与修为无关，而是纯粹的修武天赋和对武技的理解。否则，就算有着攻杀大阵，能够帮助楚风提升修为，但是楚风若没有自己的本事，也不可能与他对抗到这种地步。鬼杀老魔居然给予了楚风这样的评价，看来楚风的天赋当真是厉害，他绝对是我百炼凡剑最顶尖的天才。鬼杀老魔此话一出，人群再度沸腾了，因为鬼杀老魔可是很少夸赞人的，更何况楚风还是他的敌人。但是在许多人都因鬼杀老魔夸赞楚风而面露喜色之际，鬼杀老魔的弟子魂炼脸色可就是异常的难看起来。向来自负的他一直不觉得自己哪里不如楚风，尤其是当知道楚风是靠着大阵提升的修为，实际修为并不如他之后，他更是确定楚风远不如他。但是现在他的师尊竟然亲口说楚风的天赋要比他强，这让他情何以堪。不过杀掉你这样的天才却也是老夫最喜欢做的事。然而很快的鬼杀老魔的嘴角又掀起了一抹阴冷而诡异的弧度，且说话之间，鬼杀老魔掌心一翻，竟亮出了一件祖兵。没错，那是一件真正的祖兵，是一把斧头，暗黑色的斧头却散发着诡异的血红之气，就仿佛在告诉人们，这把斧头曾斩杀过无数人一般。祖兵炼狱魔斧，那是鬼杀老魔的祖兵炼狱魔斧。看到那祖兵之后，
围观的人群之中再度传来阵阵惊呼。而从他们的反应，楚风也看得出来，鬼杀老魔的这件祖兵绝对是如鬼杀老魔一般大名鼎鼎。鬼杀老魔这位名震百炼凡界，甚至诸多高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存在，竟然被楚风一个小辈给逼得动用了祖兵。楚风他到底掌握着怎样的大阵，到底有着怎样的天赋？看来楚风的强大已经超乎了想象。今日之战当真精彩，不枉费我等以性命为关。楚风加油！若是能够斩杀这个魔头，日后百炼凡界你便是第一天才，无人可与你相提并论。虽然鬼杀老魔动用了祖兵，但人们更多的却是激动，而并非是惊恐，因为这侧面的说明鬼杀老魔不用祖兵无法胜过楚风，这说明了楚风的强横。而事到如今，在场之人都是希望楚风能够获胜的，甚至在激动情绪的影响下，人们宁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也要留在此处继续观看这场战斗，因为他们想要亲眼见证楚风这个小辈击败鬼杀老魔，见证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楚风这个家伙怎么这么变态？然而在人们都为楚风的强大而欢呼雀跃，倍感激动之际，寇康却是一脸的不爽。他冒着可能会死的风险留在此处，可不是为了见证什么奇迹，他就是要看楚风惨死在这里，这样才能一泄他的心头之恨。可是现在这是什么情况？楚风能够击败魂炼也就算了，毕竟他掌握着的阵法很是厉害，但是眼下居然能与大名鼎鼎的鬼杀老魔一战，这让他实在难以接受。到底是什么阵法，居然能与鬼杀老魔抗衡？要知道，鬼杀老魔可谓是站在百炼凡界最巅峰级的人物，是真正的大人物。莫说是区区一个小辈，就算是落峡谷谷主与三星殿掌教那种级别的存在，在鬼杀老魔的面前也是差了一个级别的。按理来说，这是小辈们所无法企及的存在，本该如神一般。可是就是这样的存在，眼下竟与楚风战的难解难分。寇康真的是接受不了，毕竟楚风越强，就越显得他弱，而这样巨大的对比，只会让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卑微，像是一个小丑一般。然而就在这时，鬼杀老魔手中的祖兵微微一颤，一股磅礴的威压散发开来。那威压一出，天地都是剧烈一颤，这一颤当真是波动巨大。在场之人皆是修武者，甚至很多也是高手，可是在这一颤之下，几乎除了楚风之外，都是左摇右晃，难以站稳，更有甚者失去了御空之力。与此同时，鬼杀老魔的战力也是随之大增，祖兵的威势在此刻已是显现。当真正感受到祖兵的威势之后，在场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尤其是徐依依等人更是面露担心之色。唯楚风深深的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他们忽然想到，鬼杀老魔有祖兵提升战力，但楚风应该是没有的，毕竟楚风的真实修为是五品半祖，那种境界根本无法征服一件真正的祖兵。这样一看，楚风恐怕是很难战胜鬼杀老魔的，毕竟祖兵的威力远非半成祖兵可比，那是非同小可的。所以人们都觉得自己先前是高兴的太早了，有点低估了鬼杀老魔的实力。嘿嘿，楚风，这下你也该有些慌了吧？在所有人都担忧之际，寇康的心中反而却美开了花，因为他也感受到了那祖兵的威力的确很是恐怖，所以他觉得没有祖兵的楚风恐怕无法再与鬼杀老魔抗衡了。所以幸灾乐祸的他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的脸颊，他想要亲眼看一看楚风此刻那难看的脸色，这个家伙。然而这一看不要紧，寇康那刚刚绽放起的笑意瞬间凝固了，因为楚风的脸色不仅没有一丝慌乱，相反，在楚风的脸上还有着一抹淡淡的笑意，那是从容不迫的笑意。你以为动用祖兵就能胜我？楚风看着鬼杀老魔淡淡的说道。虽然祖兵一现，当真是威压滚滚，鬼杀老魔的战力的确瞬息增强许多，但是掌握攻杀大阵的楚风却依旧自信，因为掌握着攻杀大阵，所以他清楚自己手中的力量有多恐怖，所以他更加知道，只是依靠这件祖兵，鬼杀老魔依然无法胜他。我有预感，你掌握的阵法的确非同小可，怕我施的这件炼狱魔斧也难以杀你。但是楚风，我敢保证，我接下来将要使用的手段足以让你万劫不复。鬼杀老魔此话一落，他的一双眼眸竟然变得血红。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顿时笼罩这方天地。当那股威压出现之际，莫说旁人，就连楚风也是神色大变，一股从未有过的死亡威胁自心头浮现。这种感觉是武技，可是这绝非地境武技，这个家伙该不会施展出了祖境武技吧？此刻楚风眉头紧皱，他已经预感到此刻鬼杀老魔将要施展的手段绝对是在地境武技之上的手段，而那在地境武技之上的手段定然便是祖境武技，连五祖也难以驾驭的武技。这种感觉，难道说这是连楚风都慌了？那其他围观之人更是慌乱不已，甚至许多人都是面如死灰，他们也都意识到了鬼杀老魔所施展的手段将是非常恐怖的手段，此乃老夫有生以来最强杀招，祖境武技祖境魂杀阵。鬼杀老魔说道。祖境魂杀阵，果然是祖境魂杀阵，看来传说是真的，传说是真的。这一刻，围观者之中一位年岁极大的老者惊呼出声，脸上露出难以形容的惊恐之容，就仿佛他也已经看到了死亡一般。前辈，难道这真的是祖境武技吗？很多人开始追问，毕竟此事事关重大，而那位年迈老者也是有着一定地位之人，人们对于他的话还是颇为相信的。你们可知道当年南北仙海的半步真仙吗？老者问道。当然知道，半步真仙名声极大，据说他只差半步就可成为真仙，乃是当年百炼凡界名声最大的强者之一。众人纷纷回道。可你们知道半步真仙是怎么死的吗？老者问道。死了？怎么会死呢？不是说半步真仙是闭关去了吗？很多人这样说道。
我听我家老祖说，半步真仙似乎是被鬼杀老魔所杀。在众人不解之际，有一位年轻人忽然说道：“没错，的确有这个传闻。”那位年迈的老者说道：“什么？鬼杀老魔本半步真仙所杀？这怎么可能？是啊，当初不是半步真仙一直追杀鬼杀老魔，鬼杀老魔被吓得四处逃窜吗？他怎么可能会被鬼杀老魔所杀呢？”有人感觉不可思议。虽然半步真仙并不属于任何势力，可是半步真仙却是一位正义人士，视为天下苍生着想之辈。这也是为何半步真仙能够拥有那么大的名声，并且那样受人爱戴的原因。当年因为鬼杀老魔作恶多端，半步真仙下定决心要除掉鬼杀老魔，公布天下，要追杀鬼杀老魔，直到将其斩杀为止。而鬼杀老魔虽然很强，可是半步真仙却更强，二者同为五祖巅峰。可是鬼杀老魔却被半步真仙追杀得很惨，甚至鬼杀老魔消失的这段时间，一直有人觉得鬼杀老魔是被半步真仙给杀了。就算半步真仙消失，也并没有多少人觉得半步真仙是死了，而是觉得他是闭关修炼去了，毕竟那本就符合半步真仙的作风。而现在居然说半步真仙是被鬼杀老魔所杀，这让人们感觉难以置信，也有些无法接受。有一个传闻，半步真仙追杀鬼杀老魔许久，终于与鬼杀老魔正面一战，可是占据绝对上风的半步真仙却被鬼杀老魔所杀。而鬼杀老魔之所以能够斩杀半步真仙，那正是因为鬼杀老魔修炼了五祖难以掌握的祖级武技。那位年迈老者说道：“这么说来，传说是真的，半步真仙真的被鬼杀老魔杀了。”听那位老者一说，在场之人越发的震惊，可是却依旧有所怀疑。于是人们下意识的便都将目光投向了鬼杀老魔，因为事情的答案鬼杀老魔可以揭晓，毕竟鬼杀老魔乃是事情的主角之一。而这一看，人们才惊愕的发现，鬼杀老魔并没有对他们立刻出手的打算。看那个样子，鬼杀老魔就好像是故意让那位年迈老者将这番话讲完一般。事情的经过的确如此，半步真仙太过自负，自认为同为五祖巅峰，他绝对能够胜过我。可不曾想，我却早就修炼了这祖金武技，所以早在100年之前，半步真仙便已被我所杀。果不其然，面对众人那渴望答案的目光，鬼杀老魔的脸上露出利奥得意的笑容，且说话之间，他的手掌自乾坤带划过，随后手中又出现了一把银色的长剑。而这银色长剑一出，一股磅礴的力量再度浮现，那竟又是一件祖兵。天哪，那不是半步真仙的祖兵伏魔银蛇剑吗？鬼杀老魔居然真的杀死了半步真仙！半步真仙大人真的已经死了。如果说只是鬼杀老魔自己说，还有很多人不信的话，那么当看到鬼杀老魔拿出半步真仙的祖兵后，几乎所有人都信了。毕竟那是半步真仙的祖兵，乃是不离身的至宝，除非他死了，否则这件半成祖兵不可能落到他人手中，更不可能落到鬼杀老魔的手中。而只要想到半步真仙已死，许多人都是面露悲伤之色，毕竟那可是百炼凡界，为数不多愿意锄强扶弱，主持正义之辈。但在感到悲伤的同时，人们则是再度被不安与惊恐取代。如果说连大名鼎鼎的半步真仙都败给了鬼杀老魔，那么今日怕是楚风也难以胜过这鬼杀老魔了。毕竟半步真仙在百炼凡界可是被誉为真仙之下的第一强者，连他都不是鬼杀老魔的对手，怕是真仙之下无人能够胜过鬼杀老魔了。眼见着众人惊恐不安，鬼杀老魔阵阵冷笑：“我改变主意了，现在只要你们愿意跪地认错，高喊半步真仙死有余辜者，我可以饶你们一命。”忽然鬼杀老魔淡淡的说道：“当真？”鬼杀老魔此话一出，立刻有人发问。与此同时，许多人的眼睛都绽放出了一道光芒，就仿佛是在必死之地看到了一缕活下去的曙光一般。自然当真，我向来言而有信。鬼杀老魔诡异的笑道。而鬼杀老魔话音刚落，便立刻有人开始跪在了地上，且数量越来越多。诸位，不要向如此卑劣之人下跪，我楚风能保你们不死。见状，楚风赶忙开口：“什么？你能保我们不死？就凭你这区五品半祖，你凭什么保我们不死？若不是靠着那座阵法，莫说鬼杀大人，就连魂炼都已经杀你多次。”有人说道：“请诸位相信我。”楚风说道：“楚风，你住口！我们今日会身陷如此险境，全部都是因为你。我们现在只是想活命而已，你居然还想害我们，你还是人吗？”一道怨念十足的声音响起，定目一看，竟然是寇康。寇康此刻已经跪在了地上，不仅已经有了求饶之心，竟然还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楚风，就是我们会落的这步田地，还不全是拜你所赐。而在寇康的挑拨之下，竟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指责楚风。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跪地求饶。半步真仙多管闲事，他乃是死有余辜，这个楚风胆敢与鬼杀大人作对，更是罪不可恕。可是我们乃是无辜的呀，还望鬼杀大人明辨是非，饶过我等一命。半步真仙死于您手的事情，我们定然会帮您传送出去。一时之间，在场大半的人已经跪在了地上，为了活命开始说着违心的话。而面对这种情况，鬼杀老魔的更是喜笑颜开，望着那些还未跪下之人说道：“你们当真想死？谁是谁非，我们清楚。半步真仙乃是值得我等尊敬的前辈，楚风今日同样是为正义而战，我们不会为了一条命便去说那些违心的话。”徐依依高声说道。紧随其后，那些没有下跪之人也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只不过此刻没有下跪的人多是老一辈的人物，如徐依依、宋碧玉这些年轻小辈可谓少之又少。很好，既然你们执意想死，那今日我便成全了你们。鬼杀老魔说话之间，天地之间的血红色之气便越来越浓。与此同时，一阵阵撕心裂肺、令人胆寒的哀嚎之音也是随之传来。那不是寻常的哀嚎，而是婴儿的哀嚎，声音之凄惨，简直令人心碎，并且这些哀嚎之音源于血雾之中，
就仿佛那血雾之内有着无数婴儿惨哭喊一般。鬼杀老魔，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在此时，楚风忽然开口：“你说。”鬼杀老魔说道：“你可是魂婴宗的人，你这祖境武技可是用婴儿的魂魄修炼而成？”楚风大声问道：“真是想不到，你居然知道魂婴宗。”对于楚风的问题，鬼杀老魔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意外之色。不过那抹意外只是一闪而过，很快的他的脸上便再度被得意的笑容所取代，对楚风说道：“你说对了，老夫正是魂婴宗的当家长老之一，而我这祖境武技也的确是用婴儿之魂魄所炼化而成。可是楚风，就算你知道了这些，又能奈我何呢？”此话落下之际，鬼杀老魔的笑意更浓。魂婴宗那是什么？这一刻，徐依依等人一脸不解，因为他还从未听说过魂婴宗这个名字。魂婴宗乃是百炼凡界一个隐秘的魔教势力，相传魂婴宗之人专门扼杀刚出生的婴儿，用新生婴儿来修炼魔功。祖境武技，寻常五祖难以修炼，而这鬼杀老魔居然能够掌握，那是因为他修炼的并非寻常的祖境武技，而是一种魔功。恐怕他为了练成这个魔功，不知道残忍地杀害了多少无辜的新生婴儿。可怜那些孩子刚刚降生于世，还来不及睁开眼睛好好看一看这个繁华的世界，便已经惨死他人手中，沦落为他人增进修为和实力的牺牲品。楚风对众人解释道：“这魂婴宗我倒是也有所耳闻，想不到竟然真的存在。”这一刻，一些年迈的老者也是纷纷说道：“真是可恶，天下间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势力，竟然用新生婴儿的魂魄来提升自己的修为，你们简直罪不可恕。”得知魂婴宗的来历，那些没有跪下的人开始毫不留情的斥责鬼杀老魔，毕竟他们现在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决心，而连死都不怕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自然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就连那些跪下之人也有些动摇了。毕竟用新生婴儿的魂魄来提升修为，这种行为当真是太过令人发指了一些。修武者的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什么残忍，真是废话。难道你们就没有杀过比你们弱小的人吗？如果说我们所作所为乃是残忍，那么你们又有哪一个不是残忍之人？鬼杀老魔冷声说道。就是鬼杀大人所言有理，寇康奉承地说道。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开始跟风拍鬼杀老魔的马屁，都表示鬼杀老魔所说乃是对的。寇康，想不到你为了活命，竟然替这种无恶不作的人渣说话，你简直不配做我三星殿的弟子，我已与你同门而感到可耻。宋碧玉冷声斥责。师妹，我觉得鬼杀大人所言并没有错，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一定杀过人，而他们所能杀的一定是不如他们的，而不如他们的便是弱者，弱肉强食，这本就是修武世界的铁则。可是如楚风这种人，却偏偏要分出什么个正义与邪恶，这才是真正的大言不惭。寇康大声说道。而听他这样一说，倒也是有不少人动摇了，因为就如寇康所言，在场之人几乎都杀过人，而他们能杀的的确都是比他们弱的，这倒也是验证了弱肉强食的道理。哈哈，这个小鬼，你叫寇康，是三星殿的弟子？此刻鬼杀老魔对寇康问道。回鬼杀大人，在下寇康的确是三星殿的弟子，但对于三星殿所谓的正邪之论，晚辈并不赞同。此次三星殿与落峡谷联手，要为楚风撑腰，晚辈更是极力反对。寇康语气满怀尊敬之意，态度更是和善至极，根本不像是在与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恶人说话，更像是在对自己的前辈说话。那你告诉我，你为何要反对？鬼杀老魔说道。因为我觉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楚风既然杀了殷氏天族之人，殷氏天族找他报仇本就理所应当，可是三星殿与落峡谷却偏要说殷氏天族的殷良辰该死。楚风乃是执行正义，这点晚辈很不认同，我觉得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强词夺理。寇康继续说道。很好，我很欣赏你的理论，我若说魂婴宗欢迎你的话，你可愿意舍弃三星殿弟子的身份，来我魂婴宗？鬼杀老魔说道。鬼杀大人，实不相瞒，晚辈早就看不惯三星殿的所作所为了，若是鬼杀大人真的愿意收留晚辈，晚辈真是求之不得。寇康欣喜若狂，他很清楚事到如今他也没法继续留在三星殿了，而鬼杀老魔愿意收留他，那绝对是他最好的出路。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魂婴宗的弟子了。鬼杀老魔说道。为了苟活居然向魔教势力摇尾乞怜，三星殿培养出这样的弟子，真是悲哀。此刻那位年迈的老者也是摇头叹息，悲哀，三星殿能培养出我这样的弟子才是他们的荣幸。敢问大家，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何谓正义？何谓邪恶？何谓对？何谓错？你眼中的对，偏偏是你对手眼中的错，而你对手眼中的错，却又偏偏是你眼中的对。到底谁对谁错？谁能够分得清？唯有强者才有资格说对错，弱者根本就没有资格。寇康义正言辞地说道。是啊，对和错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清，但弱肉强食又的确是修武世界的铁则。没错，我觉得寇康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修武者的世界本就不分对错，只要谁的实力强，只要谁的拳头硬，那么他说的就是对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同寇康所说的话，呵呵呵。而就在这时，楚风则是一阵冷笑。楚风，你笑什么？难道我所说的不对吗？寇康冷声问道。寇康，人心一杆称，有些事情谁对谁错，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你若非要在这里强词夺理，扭曲事实的话，我倒也是懒得与你去辩论，因为我知道永远无法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刚出生的婴儿惨遭毒手，被人当作提升修为的牺牲品，乃应该的，他们是死有无辜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这种人与那些扼杀新生婴儿生命、残杀无辜者的人已经没有两样，活着也是多余。楚风冷声说道，语气之中隐隐之间散发着他的怒意。哟，真是大言不惭，
现在要死的人可是你们。寇康讽刺地说道，而楚风却不理会寇康，而是目光扫向跪在地上的众人，大声问道：我只问一次，在场之人可还有如寇康一般，觉得刚出生的婴儿被人当作牺牲品活活炼化，是死有无辜的？楚风这一问，莫说那些没有跪地求饶的，就连已经跪地求饶的都有些犹豫了。毕竟所有人都清楚，新生婴儿谁都没有招惹，不管因为什么而死，那都是无辜的，再大的仇怨也不该牵连孩子，更何况是无仇无怨呢？可是哪怕人们都知道魂婴宗炼化新生婴儿的魂魄是错误的，但是为了活命，还是有很多人表示新生婴儿死有余辜。很好，当听到那些人的回答后，楚风的眼眸越发的冰冷起来，但他却没有真的动杀意，而是说道：我不会杀你们，但是你们今日的所作所为，大家眼里都看得很清楚，为了苟活而出卖自尊也好，还是真觉得婴儿惨死死有余辜也罢，你们日后都会受人所唾弃，真是笑话。就好像若是你愿意真的能够杀了我们一般。楚风，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现在要死的人不是我们，可是你。寇康说道。是吗？你确定？楚风冷然一笑，随后一股磅礴的力量忽然浮现而出，充斥这方天地。当这股力量出现之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神色大变，这股力量之强，竟硬生生的将鬼杀老魔的祖境武技给打压了下去，让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这股力量的威力竟还要在祖境老魔的祖境武技之上。而最令人们吃惊的是，这股力量乃是受楚风所控，楚风他真的掌握着强于祖境武技的力量。大阵的力量虽是无形，可却暗中翻涌，霸气非常。在那大阵力量的压迫下，血雾中的哀嚎开始变弱，血雾的威压也是随之变弱。如果说先前的鬼杀老魔是主宰这方天地的王，那么此时此刻他的王位已然易主，此刻楚风才是这里的主宰者。感受到此刻强大的楚风，寇康面色铁青，瑟瑟发抖，因为他万万也没有想到楚风真的具备着与鬼杀老魔抗衡的力量。可是他已经将事情做到了这个地步，甚至不惜背叛三星殿。若是楚风赢了，那他的下场将会极惨。鬼杀大人，快灭了此子，快灭了此子啊！惊慌之下，寇康开始向鬼杀老魔求助，因为眼下唯一能够压制楚风的便唯有鬼杀老魔了。鬼杀老魔可谓是寇康眼中唯一的希望。好小子，难怪你这般有恃无恐，原来你这阵法竟然厉害到了这种地步。不过你这毕竟是依靠阵法的力量，乃是外力，而老夫的手段却是实实在在修炼而来，你想用外力胜我多年来的苦修成果，简直就是做梦。鬼杀老魔此话一出，其手中的两件祖兵竟分别传来一声刺耳的咆哮。与此同时，那祖兵的威压与鬼杀老魔的气息都开始攀升，那本已经被压制的祖境武技也是再度释放出了恐怖的力量，竟然能够与楚风的大阵相互抗衡。与此同时，自那血雾之中竟然涌现出了道道狰狞的血色魂影，魂影越来越多，瞬间增加到数万，如同恶鬼所化的军队一般，凝视着楚风，孰强孰弱，不试试又怎么知道呢？这一刻，楚风依然有恃无恐，他说话之间双掌合并，随后便向鬼杀老魔猛然一指，一时之间天摇地晃。可是，一股肉眼可见的银芒是那大阵的力量，大阵的力量从无形化作有形，凝聚成了一把巨剑，巨剑横空，威风凛凛，仿佛可以洞穿一切，欲要斩杀妖邪。该死！见到那巨剑浮空，鬼杀老魔的脸色顿时一变，本已跃跃欲试的诸多血色魂魄，并未向楚风发动进攻，反而是弃攻为守，密密麻麻的挡在了鬼杀老魔的身前。而就在这时，那大阵力量所化的横空巨剑已是化作一道流光，向鬼杀老魔猛然刺去。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一层又一层汹涌的能量涟漪开始卷向四面八方。在这股能量涟漪面前，莫说小辈强者，就算是老一辈的人物也是眉头紧皱。这是何等的力量，才能掀起如此恐怖的涟漪？想必这就是真仙之下最强的力量了吧。此时此刻，众人感叹不已，亲眼目睹了一切，他们深知那力量的恐怖。幸亏楚风有意操控了一切，限制了那能量涟漪，否则单单是那能量涟漪便足以吞没数千里，将在场之人全部抹杀。而人们也都意识到了是楚风在保护他们，所以不由自主地望向天际，看着那滚滚翻腾的涟漪，眼中不免多了一些担忧。许多人都希望楚风能够活下来，但是也有一些人希望能够胜的是鬼杀老魔，比如寇康，他就是这种人。就在这时，那汹涌的能量涟漪之中传来了阵阵痛苦的喘咳之音。当听到那个声音之时，寇康顿时神经一紧，他已经听出来了，那是鬼杀老魔的声音。鬼杀老魔此刻竟然如此虚弱，这让他不由自主地便觉得鬼杀老魔是处于劣势。不可能，不可能，鬼杀老魔怎么可能会输给楚风？一定是我想多了，一定是我想多了。但哪怕心中感觉不妙，但寇康还在安慰自己，他觉得鬼杀老魔就算受伤了，可毕竟鬼杀老魔还活着，但楚风现在没有声音，也许楚风已经死了，那样一来便是鬼杀老魔赢了。娘子，你看得见楚风吗？王强很是焦虑地对赵红问道。而王强此话一出，徐依依、赵碧玉以及在场的不少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赵红。如果说寇康担心鬼杀老魔败的话，那么如同王强这些人自然也害怕楚风失败。不行，赵红摇了摇头，那涟漪太强，超出了他的观察的范围，哪怕是他有特殊的手段，可此刻也是无能为力。兄弟还在不在？若是没事，说句话。无奈之下，王强朝着天空大喊一声，而王强话音一落，顿时一阵狂风席卷开来，竟硬生生的将那翻腾的能量涟漪给吹散开来。当涟漪消散之际，人们顿时面色大喜。此时此刻，楚风不仅还站在天际之上，并且还完好无损，并未受伤。
可是再看鬼杀老魔，已是血肉模糊，气息卑微，站在空中摇摇欲坠。见到这一幕，寇康等人顿时吓得瘫坐在地，胜负已分。不仅鬼杀老魔与魂炼大祸临头，他们这些人也绝对是要倒大霉的。师尊，这一刻，一直躲在鬼杀老魔身后的魂炼赶忙跑过来，搀住了鬼杀老魔。此刻的魂炼在鬼杀老魔的保护下，倒是并未受太重的伤，可是他却同样被吓得瑟瑟发抖。不要慌，似是感受到了魂炼的惶恐，鬼杀老魔却是摆了摆手，示意魂炼不要害怕。楚风，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承认，你真是有些手段。虽然你借助的是大阵的力量，可是如此厉害的大阵，若不是你的实力超群，也不可能驾驭的了。你的确是少见的天纵奇才，老夫有生以来还第一次看见你这样的天才。可越是这样，越是不能留你性命了。鬼杀老魔用那虚弱的声音说道：“真是不要脸啊！就凭现在的你，难道还想杀了我兄弟吗？”王强很是讽刺地说道：“护法大人，属下无能，难以胜过此子，丢了我魂婴宗的人，但此子万万不能留，只能有劳大人您亲自出手了。”忽然，鬼杀老魔半跪于空，很是恭敬地说道：“鬼杀，辛苦你了，倒也是让我看清了这个小鬼的实力。”而就在这时，一道轻柔的声音忽然在鬼杀老魔身旁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站在了鬼杀老魔的身旁。糟糕！而看到这位之后，赵红以及王强等人皆是眉头紧皱，暗叫不好，因为当那位出现之际，一股极为磅礴的气息也是随之而现，那是超脱五祖的气息。此人乃是一位真仙强者。